它是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它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史上最大的灾难。它曾经让称霸世界的英国颜面尽失，它就是马来亚战役。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941年12月7号，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就在日本海军成功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本陆军也按照计划开始进攻东南亚地区。12月8号，在日本海空军的掩护下，7万日军登陆马来亚，向驻守该地的英军发动猛烈攻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4万英军竟然被7万日军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慌忙撤退。而在此之前，英国作为老牌的世界强国，向来对日本都是嗤之以鼻的。那么日军为何能够以7万兵力打垮英军庞大的14万的兵力呢？马来之虎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山下奉文，日本陆军大将，1885年11月8号出生于日本高知县。1906年、1916年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1937年任日军混成旅旅长，赴中国参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任第25集团军司令，指挥所部发动马来亚战役。1941年12月4号，在海军南潜舰队和陆军第3飞行集团的掩护下，下辖主力第18师团和第5师团共11万人的日军第25集团军，在山下奉文的率领下，从中国海南岛的三亚港出发，悄悄地向马来半岛进发。12月8号，由于执行 Croco 行动的英国皇家海军 Z 特混舰队被日本海军击溃，导致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军就此丧失了制空和制海权。不仅致使马来亚东海岸门户大开，还使日军的海上运输任务和登陆行动也得以顺利进行。日军于是按照预定部署，对泰国的宋卡、北大年和马来亚的哥达巴鲁实施了登陆作战。日本海军第22航空战队和陆军第3飞行集团也对新加坡及关丹等英军基地和机场进行了轰炸，并使英国空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登陆后，日军很快就占领了当地机场和克拉地峡，在此之后便兵分3路南下推进。而英军为了给南部加强防御争取时间，在阻止日军登陆失败之后，便企图利用败退途中的爱路河流来拖延日军的攻势。日军虽然遭到了印度第3军及数个英军旅的抵抗，但是在日军的快速包围下，印军眼看胜利无望，只得投降。12月11号，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日军开始从泰国南下，并且在日德拉打败了英国及印度军队。随后，为了消灭北部的英军防御力量，日军从东北部的哥达巴鲁滩头向内陆进发。而此时的英军根本无法阻止日军在马来亚的作战行动。由于该地区已经没有任何盟军的海空军力量，日本战机可以从容不迫地在空中轰炸地面上的英联邦军队及平民。而隶属于马来亚群岛的槟榔屿，更是因为从12月8号开始就每天遭到日军的轰炸，只得被迫在12月17号弃守。该地区的大量物资、武器、船只也落入日军之手。12月23号，虽然英军发动了一定规模的反攻，但是效果不大。12月31号，沿马来半岛由北向南推进的日本陆军主力，在海军的配合下占领关丹。战事持续到了1月7号时，整个马来亚北部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大概是同一时候，为了建立松散的军事同盟，泰国与日本签订了友好条约。1月11号，驻守马来亚重镇吉隆坡的印度第11步兵师，在阻击日军数天后被迫撤退。日军也随即占领了该地，而此时距离此地不足200英里的新加坡也即将面临日军的威胁。1月14号，日军在推进至马来亚南部省份柔佛州之后，遭到了在战术上的首次挫折，因为驻守该地的澳大利亚第8师在金马市建立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双方的战斗围绕金马市桥展开，最终日军以死伤600人的代价占领了该地。1月15号，马来亚战役最为激烈的战斗在马来半岛西海岸的麻坡镇一带爆发。负责防御麻坡河南岸的印度第45旅，在被从海上登陆的日军击破其侧翼后，随即全军溃败。该旅旅长及下辖3个团的团长全部战死。在此之后，溃败的印度军队在澳大利亚中将查理士·安达臣的指挥下，与前来支援的澳大利亚军队合并，在此地继续与日军鏖战4天，从而避免了
从马来亚北部撤退的英联军残余部队被日军包围的可能。1月22号，日军成功推进至英联军至柔佛前的最后一道防线。面对这一危急形势，英联军前线总指挥阿瑟·帕西瓦尔却不听从他人的建议，拒绝在新加坡北面的柔佛建立防御工事，导致日军在进入柔佛州后得以加快进攻速度，使得英军迅速溃败。1月27号，阿瑟·珀西瓦尔在被美、英、荷兰和澳大利亚联合司令部司令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维维尔批准之后，命令部队开始越过柔佛海峡，退至新加坡。1月31号，8万英联邦军队退至新加坡，至此马来亚全境落入日军之手，5万英联军被日军俘虏，马来亚战役以日军的胜利而告终。马来战役，英国共参战14万人，死伤1万人，被俘5万人；日本共参战7万人，死伤7000余人。纵观战役全局，可以说是英军一系列的指挥与任免失误，最终导致了英联邦军队在马来亚半岛败得如此之快。英军的大部分部队在刚开战时才刚刚从北非调派过来，根本没有经过相关的在东南亚地区作战的系统训练，就被投入战场，和澳大利亚军队分散部署在道路节点上。而马来亚的本地士兵本就战斗意志薄弱，战斗力差，印度人则只能进行一些防御作战，导致英联军根本无法进行协同作战。而日军娴熟配合的快速机动部队则在海空优势的掩护下，经常在英军松散的防线之间来回穿插，形成了很大的威慑效果。虽然有时日军无法正面突破英军或澳大利亚人建立的坚固工事，但是就是因为日军不仅取得了制空权、制海权，还在协调配合、装甲作战经验及战术均比英军要强。尤其是经过了数年的中日战争，日军已经积累了大量作战经验。除此之外，英军方面缺乏机动力量，而日军使用的自行车和轻型坦克使得英联军根本无法想象日军的进军速度和快速突破能力。英军经常在还没有完成构筑防御工事时就已经被日军所包围了。再加上制海权的丢失，日军甚至可以从容不迫地从海上绕至防线后方。正是这一个接一个的原因，最终导致了英军惨败的结果。此役对于英军来说，日军仅仅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自北向南席卷马来半岛650英里，直至占领新加坡。英军的伤亡不仅远高于日军，其他被俘的军人也是堪称英国之最。而对日军来说，以阵亡数千人的代价攻占马来半岛，称得上是以少胜多的大胜仗。不仅成功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还打通了进攻河属东印度的战略通道，为日军继续南下苏门答腊、北上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给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作战造成了很大影响。而山下奉文取得的这一大胜利，不仅是日军有史以来的最大的陆战胜利，也让山下本人赢得了马来之虎的称呼。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